大家插上。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一切都是从去年情人节开始的。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待在似水流年，方妮雅一落地就来店里找我，非要带我去参加一个社交派对。我没什么兴趣，但还是被她拉去了。遮什么遮？这么漂亮大长腿，浪费资源。你这些衣服穿上就不像什么正经姑娘，我就不该听你的。你要穿你那些桌布，能进这种场合吗？桌布怎么了呀？我自己舒服最重要。活该你是单身狗！你都快奔3了，真打算把自己砸手里啊？你都已经单了2年了，今天经我给你这么一打扮，绝对斩男无数。拭目以待，走。看什么看啊？去找别人去，老子没有时间。你看什么呀？离老娘远点。
有病啊！真能装，你再说一遍。急了还？就冲你这个脾气，我还改变主意呢。检查完，待在原地不许动，都别动，别动，站好。证件看一下。身份证，正经出示一下。根据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人携带毒品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你过来。有人吗？轻点儿，衣服很贵的，小心弄坏了，你2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。收队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怎么还有警察呀？我遇上一个臭流氓。你人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哎呦，别生气了。哎，我还说给你介绍一帅哥呢。哎呀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去喝两盅。圆圆，明知道今天有飞行任务，昨晚还喝这么多，我要是你领导啊，早把你开除。工作生活两不误嘛。不过我昨天收获还是不小的，认识了好几个帅哥，虽然他们是不同的类型，但都事业有成。他们还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不靠谱。以后呢，我也不会再跟你去这个趴那个趴了。你要是喝大了找不着家，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那你也不能封闭自己啊，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我现在对爱情一点都不感兴趣，我就想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越来越好。啊，感天动地。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你没见过吗？这就是那个那个谁送的呀？你哪个男友这么好奇啊？你是不是又用似水流年公款买包了？帮你啊，这是我这2天给供货商结款用的钱。我错了，等我发了工资一定还给你。我要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你。来，爸。哎，爸。我能不能跟您借点钱呀？好啊，要多少？我就知道他没事根本就不会回来。你别那么着急数落他，先听听他有什么事情。我说他是为他好，但凡他有一件事情做对了，我都不说他。都快30岁的人了，没男朋友，开个咖啡厅，3天2头解不开锅。当初让你考医学院，你就不听啊？毕业后还能去你爸医院当个医生。就咱家这个小康家庭，找个对象还不简单吗？你看看你，把自己作的丢不丢人？是啊，我是给您丢人了。赵雅敏教授的女儿连大学都没毕业，跟人打架，找个对象还被人家父母嫌弃，真是要啥没啥，真是对不起您。你们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小欧，哎呀，你们娘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吵架呀？你少说2句。你看你，把他惯到40岁还嫁不出去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小欧。小欧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看把你妈气的。他不是嫌我丢人吗？我以后少来，省得他看到我就烦。那么大了还像个孩子一样，他这样着急是为了你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我手机转你1万，你先拿去用，不够再跟我说。谢谢爸，
等我周转开了，一定还给你。好啦，不用了，好好管好自己，别乱花。走，哄哄你妈，把饭吃了。小心。下一站梨园大学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这得叫救护车吧？师傅，两个晕倒了，去医院。喂，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等一下，这里碰得见，得先办手续，还得交费，现在得想办法联系到他的家人。救人要紧，我先替他垫上，等他醒了再说。你醒了？你下午在公交车上晕倒了，还记得吗？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，医生说你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和贫血，肠胃也有炎症，还需要继续住院观察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战宇，我的小提琴。你别担心，小提琴在这儿呢。这么晚了还没回家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家人啊？不用了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我不想让她担心我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请问医药费多少钱？加在一起一共是2500，押金1000。姐，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，手机也坏了。钱我先帮你垫上，等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说吧。谢谢姐。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季小欧。谢谢小欧姐。那你先好好养病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护士，请问一下，50床的振宇去哪儿了？他一早就出院了。出院了？他没有联系你吗？那小孩一双眼睛机灵着呢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你就别放在心上，就当破财消灾吧。护士劝我别放在心上，就当是破财消灾。
而我却不敢相信，这个长着一双清澈眼睛的大男孩，会为了这些钱不告而别。我想，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。恢复的不错了，继续复健就好了啊。哎，谢谢大夫。谢谢大夫。神医小跑腿来也。饭吃了没有啊？早吃了。这个地址我都写上了，你就给他送过去就行了。爸，你是不是知道就好了啊？你又善心大发，让我往这么老旧小区送进口药，又贡献你这个月私房钱了？这个病人呐，双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了，送到我这里已经很晚了，他又没钱换关节，只能靠吃药打针，能帮则帮嘛。没错了，我的善良就遗传我爸。我走啦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爸，拜拜。拜拜。请问一下，您是李美琴阿姨吗？对，我是。啊，我是季大夫的女儿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啊，快请进吧。啊，来吧，姑娘，请坐。嗯，好。真是得好好感谢你父亲。要不是季大夫，我是真有点活不下去了。哎呀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爸说了，您这个病啊，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住。我刚才啊在楼道里就听到了琴声，是您的孩子拉的吗？真好听。我儿子。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，在里面练琴呢。等一下啊，小雨，小雨，哎，来了，来客人啦，出来打个招呼。这是季大夫的女儿，给我送药来了，快谢谢人家。你好，小雨，我叫季小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小姐，谢谢你。那我再去给小姐买点水果。快去吧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吧。行。先下去了，阿姨。哎。对不起，姐，我当时不是故意要跑的，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钱还你。那你也应该跟我说实话，不该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我不想在医院住太久，就跟医院要你的电话，想着拿了打工的工资就立刻还给你。你看，你电话我都存了。
你这手机……啊，当时我朋友把我手机摔坏了，赔了一个新的给我。姐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还知道叫我姐呢？还没吃饭吧？走吧。慢点吃，着什么急啊？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？今天就是个巧合，你妈是我爸的病人，为了这点钱，我至于满世界找你吗？你妈的病这么严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0年前，我妈生了一场重病，为了救命，打了过量的激素。激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诱因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，你看，你跟你妈妈还真挺像的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就是个混蛋，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，经常喝醉了打我们，家里全被他败光了。要不然我妈的病也不会一直拖延。我妈跟他离婚以后，他还是每次喝醉就回来家里闹，找不到钱就打人摔东西。不过这2年他看我长大了，能保护我妈了，就不怎么来了。小雨，一直照顾妈妈很辛苦吧？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可能这就是命吧。你别这么想，只要你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姐，这个东西是我捡到的，看上去值点钱。本来打算妈妈生病应急用的，现在就先压到您这儿，等还了钱再赎回来。不用了，钱你可以慢慢还。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，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。那我先替你保管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嗯。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，满脑子都是那个简陋的家和那对可怜的母子。第2天，我就主动给詹宇打了电话。小雨姐，哎，小雨来了，这地方好找吗？按姐发的定位，很好找。那你先坐。姐，你的咖啡厅好漂亮。姐还是比较有审美的吧？来尝尝。好喝。那当然，姐冲的咖啡啊是拿来镇店的。我给你的提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姐，你要是担心我赚钱的问题，我没事的，你也不用特地的帮我，我很快就会把钱还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没着急让你还钱。你瞧，我这是真的缺人。当然，还是看你个人的意愿。我之前的兼职也是断断续续的，在姐你这里打工肯定也很稳定，这儿离我家也不是很远。我是说，我很愿意在这里打工。好，那咱们说定了，工资保证让你满意。
你好，请稍等，你需要什么？请慢用。谢谢。王哥，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，谁都知道我纪晓鸥向来说话算话。我保证，这2天结清欠款。妹妹，哥哥我只是个供货商，这东跑西跑的也不容易。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，那哥哥我吃什么呀？其实我钱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想到出了一点意外。您能再通融2天吗？哥哥也不是为难你，但你要理解哥哥是不是？先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会儿不营业。2位请进。这边。 2位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？这上面全是我们店的特色。听说这里的手冲咖啡特别好。这还有手冲咖啡呢。我看装样子吧。给我来一杯拿铁，再来一块你们这儿最好吃的蛋糕。给我一杯叶加雪菲，谢谢。2位稍等。哎，你这事儿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跑了呢？今天到底能不能付钱？我说了，这2天给你结清。哎，妹妹。 其实呢，这个也挺简单的，只要你今天下班来陪陪我，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么好呀？请慢用。你是干什么？我送你断子绝孙！这么逼，你这干嘛？纪晓鸥，你是不是找？哎呦，这哦！他欠你多少钱？你是谁呀？哎呀，问你呢，欠你多少钱？2万，2万。哎呀，这张卡里面正好有20250，拿了钱，赶紧滚蛋，否则我废了你。 干嘛？密码6个洞。洞？动妖动怪的动。洞。懂了。哟，美女，好巧啊！ 又见了啊，真有缘分。送走一个又来一个。刚才谢谢你，手机号留一下，这2天把钱还给你。钱不用还了，拿这个抵吧。这个不能给你。为什么？不就是一个打火机吗？拿它来抵，你不亏啊？这是别人寄存在我这儿的。谁啊？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行。 你看一下，这打火机的上面是不是刻着3个字？你怎么知道？Y，就是我，严谨。另外2个是我的好哥们儿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严谨的严，严谨的谨，如假包换。 现在咱们俩也算认识了，美女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抱歉，东西不是我的，要不归原主也轮不到我。我就是喜欢有原则的姑娘，更何况还是个美女。行，打火机就先放你这儿，回头我再过来拿。
先生，你的女伴在后面。真没想到啊，咱们梨园还有这么好喝的手冲咖啡。一口下去，心跳都莫名的加速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米粉。小雨来的正好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他说打火机是他的。年纪小小，本事不小，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可不好。先生，您误会了，这打火机是我捡的。我误会了。我看你是失忆了吧？有什么话咱出去说，别耽误店里生意。小姐，你趁热吃。别啊，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，交个朋友。哎，老板娘，没事了，误会一场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走了啊，弟弟。小雨，你跟姐说实话，那个打火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在一个5星级酒店打工，有天早上送音乐早餐，在客房无意发现了这个打火机，觉得值钱就没有交工。后来领班问我有没有发现打火机，我撒谎了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，但是我真的是为了应急给我妈买药的。真的？我刚才向那位先生解释也道过歉了。小雨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更不应该撒谎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刚才那人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？没有，我没怎么搭理他。好吧，那我去干活了。小雨，我妈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得先回家一趟。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老毛病。那这就交给你了，你打扫完卫生，把今天流水清点一下，记上账，把门锁了就行。好的，小姐，路上慢点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您的蛋糕，谢谢。您的咖啡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。哎，小雨，这些卖剩的面包你是要打包回去吗？冰箱里还有一些酸奶，一起拿回去吧。姐，你来。你看那个小男孩，
他每隔2天都会来这里捡水瓶。我问过他了，他告诉我他父母都去世了，就一个奶奶陪着他生活，年纪这么小，看着挺让人心疼的。所以这些吃的我想拿给他，我折价买可以吗？你这个孩子，自己家还漏着雨，还想着帮别人撑伞。反正店里这些卖不完东西也会处理掉，以后你就都拿给他吧。姐，你真好。你都叫我姐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弟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姐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，够意思。明天我和小伙伴有场4重奏音乐会，姐想不想去听？好啊，我好久没有听过音乐会了。走，我帮你装。嗯。那天演出结束，我和战宇在回去的路上聊了很久。听他说起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我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，也认定了他这个弟弟。不管他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要倾其所有的帮他。因为我一直坚信那句话：无论你遇到谁，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。严谨也一样。您好，您的花到了。您好，是纪晓鸥女士吗？我是勿忘我花店的。你搞错了吧？我没在你们家订花。梨园市海梨路23号似水流年咖啡馆，纪晓鸥女士，没错吧？嗯，那就对了，请您在这签个字吧。那订花的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您好，您的花到了。您好，花到了。您好，您的花到了。您的花到了。您的花到了。花到了。姐，今天的花里有张名片。是他？严谨是谁？就是那天来店里拿打火机那个大老板。想办法把这些花处理掉，看人闹心。卖掉？我可不占这种人便宜。实在没招，直接扔掉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来，赵鹏搭把手。走。5元一支，5元一支，快来买呀！进口玫瑰5元一支，快来买呀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。5元一支。还是你脑子机灵，会办事。谢谢姐姐。谢谢哥哥姐姐。没事儿。反正有冤大头给你买单，你就可劲儿卖，给。这是进口玫瑰，你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？那要卖多少？进口玫瑰10元一支，
买10支打8折了。进口玫瑰玫瑰，正宗的厄瓜多尔玫瑰，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买10支打8折。给我一杯手冲咖啡。你手指怎么了？被狗咬了？小事情。可以合张影吗？啊，可以。我也拍一张啊。这小子最近在你这儿挺火啊。这里面20250，点点。这钱啊，就当做是我的 VIP 入会费。我们小本买卖没有 VIP 制度。那就当做我预支了1年的咖啡跟餐费，总可以吧？不可以，以后1杯咖啡都不会卖给你。为什么？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，你什么意思我明白，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很清楚。我绝对不是玩欲擒故纵，我就想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。可我就是喜欢40里面，喜欢这里面的格局，这里的品味，这儿的手冲咖啡，还有这儿的老板娘。我是一个合法公民，我有权自由地出入任何公共场所。季老板不想见到我，恐怕有点难啊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喝你的咖啡吧。小欧，我带了你最爱吃卤味。哎，爸妈那儿我已经送过了。那我给乐乐备了一些蛋糕。谢谢啊。老黄，严谨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你。哎，你可老了不少啊。我一直不是长得着急吗？你们认识啊？这是我老大哥。以前我做缉毒警的时候，咱哥俩一块儿出生入死过。哎，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？我离开队里那会儿，咱俩就没见过了啊，好些年了。哎啊，虽说你脸上这个褶子多了一些啊，但是身体还是倍儿结实。凑合吧，现在没事儿就是跑跑步。严总现在混得不错啊。你要说这话，诚心恶心我吧？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啊，臭奸商一个。没想到你这个臭奸商以前还是人民警察呀！小欧，你们俩这是？我们俩什么都不是。我介绍一下，啊，这位是新来店里的店员，叫战宇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，拿了好多的奖。这位是冯大哥，以前救过我和我奶奶的命，比亲哥哥还要亲。冯大哥好。你好，这小伙够精神的啊。你是没看到你导多少女客人？哎，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，我请大伙儿到我的1/3吃一顿海鲜。哎，战宇，你应该没吃过几回海鲜吧？一块儿去啊。我海鲜过敏。今天恐怕不行，我回去还得照顾孩子，要不改天我请啊。行，改天啊，把孩子一起带过来啊。行。哎，乐乐，慢点儿，小心掉水里。哎，冯大哥，那个严警之前真的是缉毒警啊？是啊，他还是武警特战队员呢。就他那吊儿郎当样子，肯定是走后门进去的吧？你不了解，这武警特战队的选拔非常严格。你别看严警平时挺不正经的，
这小子可真有两下子，去了禁毒支队，也立了很多的功，之后就下海经商了。那好好的缉毒警为什么不干了？大概是子承父业吧。他爸以前也当过兵，退伍之后就做了生意，貌似生意做得很大。小欧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？没有，他不过是带人来喝过咖啡罢了。真没有什么事儿？我跟他这种人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严谨很优秀，是个拼命三郎，干什么成什么。现在他生意做这么好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哎呦，还不是靠他爸的关系。有没有他爸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成。那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最好啊，让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。乐乐，等等我。乐乐，抓住你了！抓住小花姨！哎，早上好啊！给你买了早点，好吃不胖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人。给我来一杯耶加雪菲，再给我来一个鸡肉帕蒂尼。没有，有也不卖给你。热水总应该有吧？啊？哎，吃啊，吃，一会儿凉了。来，吃。我烧点热水。从那儿开始，严谨每天早上第一个来，晚上最后一个走，恨不得把家和办公地点都搬到似水流年。二位请坐。出去。今天新来的鲜花怎么样？弄好了吗？挺好的。苏门答腊曼特宁咖啡通常采用半水洗处理，在自然晒干数日以后，用热水洗去果胶，果肉的甜味渗透到种子，会产生特有的醇味。这种豆子在国内不常见啊，遇到了可以多进一点。香仁小姐是要买多少啊？
我这才走了半个月，你这桃花遍地开。这拉琴的男孩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那个是我新招的兼职，叫战宇。确实是个小鲜肉。那这个呢？一客人不熟。不熟你跟人打情骂俏？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就是我在厕所里遇到那个臭流氓。他是不是叫严谨？你怎么知道呀？真是他呀！这回你可赚到了，小欧。此人可是成达物流公司严总的儿子，1/3海鲜餐厅的老板，梨园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多少未婚女性梦想中的另一半呀！哎呦，不就是有点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小欧，你可别这么说。1/3我去过，一进去那贵族奢华的气质，甩咱们这咖啡厅10条街都不止吧？过分了吧？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个严谨，我2年前就听说过，真人这么帅。哎，说实话，他追你多久了？这个人赖到我店里快10天了。小欧，这次我认真跟你说，听说这个严谨对女人很不错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没兴趣。你不下手，我可不客气了啊！哎，赶紧的，别客气啊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小欧的闺蜜方妮娅，叫我妮娅就行。哦，你好。小欧，这个饼好吃。这个酥饼啊，又甜又油腻，吃多了会发胖，更找不到男朋友了。闺女一周在家只住1天，一大清早就开始收了。爸，没事儿。哎，爸，现在股骨关节进口的替换手术费要多少钱呀？这个手术费吧，至少得5万，还有术后如果恢复不好的话，还得换进口药物。患者手术之后呢，需要常去卧床休养，这个需要护工或者保姆24小时照顾，这部分费用要算进去。又去李美欣家了？去了2次。他儿子啊，现在在我店里面做小时工，孩子挺好的，就是那个家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母子相依为命吗？家里面简陋极了，连点像样的家电都没有。缺电视吗？缺，什么都缺。哦，那一会儿咱家新电视就送过来了，要不你把咱家的旧电视给他们送过去？我就说我觉悟怎么这么高，原来是随张雅敏女士。哎呦，少拍马屁啊！你赶紧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回来，谨遵老佛爷懿旨。来，妈，您多吃点。又来。喂，冯大哥。小欧，忽然有个急活要去趟机场，电视我明天帮你送好吗？没问题，你开车慢点啊。这么巧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哟，车坏了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。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。好吧。好多年都没碰过这种事儿，我试试。
搞定。擦擦吧。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看，这个引擎盖还热呢。驾照出示一下。给您。这儿不能停车，赶紧开走啊！哎，好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交警没有罚你吧？没有，就口头警告，分都没扣。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。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来都来了，帮我办件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嗯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干嘛呀？第一回见家长，见面礼总要准备的嘛。正好我车里有2瓶好酒。你还以为真会让你上去啊？老实在这儿待着吧。哎，我这都憋一路了，借用个厕所总可以吧？路边解决。哎呦，我这肚子还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这附近连个公厕都没有。哎，小欧回来了。哎，爸电视呢？哦，那儿。哦。哎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是严谨，我是小欧的朋友。男朋友？普通朋友？这瞎了眼能看上他？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不要上厕所吗？那边。哦，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，我这一高兴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还有点饿。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些礼物。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哈，谢谢哈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严谨，严肃谨慎的严跟谨。哦，这名字太好了。哎，你在哪工作啊？有多大了？哎呀妈，你有完没完呀？我就让他搬电视机，别愣着呀，赶紧。好。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？啊，阿姨，我先干活了啊，反正我也认了门，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。好，常来啊。哎，走了，师傅。好，好，哎，小心啊。哎，再见，叔叔阿姨。再见啊！再见！再见！哎呀，真是没准真是男朋友呢。我说金老板，你这个交际圈够广的呀。我这不是带严大老板体验一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。用不着体验，我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，这种红砖房我住过，也没个电梯呀。那有电梯要你干嘛呀？他们家住几楼啊？走吧。你快点儿。这边。阿姨，我来给你送电视了。哎呀，小欧辛苦了。战宇知道你过来吗？哦，我还没跟他说呢。啊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电视换了，顺便把机顶盒给安一下。哦，给。男朋友啊？啊？啊不，他是安装的工人师傅。啊，小欧，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啊？您说。我要到社区医院去输液，但是今天负责接我的医生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啊？你不是在我爸那儿治疗吗？你爸那儿太贵了，我在社区医院又便宜，离家又近，省得我折腾。
电视安好了。哎，阿姨，您打的是什么药啊？啊，我打的就是这个药。哦，这就是普通的消炎药，我能打。哎，你别胡来，你一天医学院都没念过，你打什么针呀？我之前在队里学过静脉注射和伤害急救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你也好多年没动过手了，不安全。啊，没事的，要是能在家里打，那就最好了。我这上下楼也不方便。行，阿姨，那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到附近药房去买注射用的东西啊。谢谢。这个师傅真是热心，还挺一表人才的。你手稳点啊。没事儿，扎不好大不了出点血，没事儿。疼吗？不疼。小严扎的比护士扎的还好。好了，阿姨。啊，谢谢。今天谢谢啊，忙活到这么晚。有没有觉得我特别靠谱？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一天不吹不叫一天。我也没想到啊，在雨家那么困难。是啊，老天对战宇太不公平了，能帮则帮吧。现在啊，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。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记得喊我。你们武警会的可真多，连医学常识都学。那不就是小菜一碟？什么跳伞、开锁、野外生存，我样样精通。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？应该没有了。姐，歇会儿吧，喝点茶。好漂亮呀，是樱花吗？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，我摘了一些进去，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尝尝。好喝。这款茶太适合放在店里当下午茶卖了。你取个名字放在店里卖，卖一杯有2块钱提成。卖茶 OK， 提成我不要。姐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就当我回报46年的了。一码归一码，快想想叫什么名字？那就叫它4月的午后。4月的午后，此时此刻有意义，我喜欢，就叫它了。来，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而且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咱们俩以后啊，再也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。姐，多了。你在店里拉琴，给我带来不少客人，该是你的，拿着。以后啊，如果妈妈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不够，就跟姐说。姐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以后我就是你亲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
乐乐，吃点水果，爸爸等下就来接你了。小雨哥哥，我能摸摸你的琴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小欧，王大哥，小雨，乐乐，走，跟爸回家。爸爸，这个琴很好玩，我也想学。哎，乐乐，别碰哥哥的琴啊，这碰坏了，哥哥就没法拉了。啊，听话。爸爸，我想跟小雨哥哥学小提琴。乐乐，以后吧，啊。等明年咱们长大一点再学啊，听话。哎，小提琴陶冶性情，比打游戏强啊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可眼下这情况你也清楚，乐乐马上要复查。姐，王大哥，我可以免费教乐乐学琴。哎，小雨，这不合适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冯大哥。一会儿我去学校借一把琴拿给乐乐，以后每周给他上2到3节课。小雨，没事儿，冯大哥，今天第1节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啊，小雨。不客气。还不谢谢小雨老师？谢谢小雨老师。下巴要顶住，手呢掐上去，对。您的咖啡。往这边再挪一点，然后这个弓呢是这个样子，手抓琴弦，然后搭到上面。我也想试试。哎，好啊。把菜刀架在脖子上，对。按住，轻轻走。哟，老板娘雅静啊，玩上音乐了。严总来了。哎，老冯，以后别这么叫我啊，叫我小严就行了。乐乐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你好，这你家孩子？我儿子，长这么大了啊。行，我不打扰你们，你们拉啊，我旁听。练你的，练你的，好好练。哎，小雨，我想学《我愿意》。哎，这我愿意可是小欧最喜欢的曲子。我就学第1句就行。加上，对，手指按到2弦。哎，你练你的呀。哎，我愿意这首歌啊，不适合小提琴拉，来，不好听。你懂行吗？走开。继续。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呀？你跟那个严大少爷发展怎么样了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。严谨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心里只有你。还有你搞不定的人呀？那回头我帮你创造机会。别施舍什么都别施舍爱情，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寻找我的 Mr. Right 吧。上周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个星盘，他说我明年一定会嫁出去。星盘你也信？他都算中好几个了，下回把他带来给你算算。嗨，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啊，这4位是我们省交响乐团的艺术家，我的好朋友。4位老师，请。
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真的我在。站住！回来继续唱。特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。手放下。真好听。的告诉你，我大声唱。愿意为你，我愿意。喂，阿姨。救命！救命！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阿姨。爸，刚才美琴阿姨给我打电话呼救，她打到一半就断了，我正往她那儿赶呢。他儿子在家吗？没有，小雨她关机了，我给她学校打电话了，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估计李美琴已经失去了意识，你赶紧打120急救，另外还要打110，让警察破门救人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打。警察同志，里面的病人有个骨头坏死情况，真的很危急，麻烦您快点。来，开锁。这锁不好开，这个锁是采用双排弹子结构的 B 级锁，哎，有点复杂。这也进不去啊！这也不行，赶紧叫所里人把电锯送过来。喂，严姐，出事了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啊，就在附近。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好开，等一会儿。你跟我试一下吧。你干什么呢？能行吗？电锯不是快来了吗？你给我10分钟，让我试一下。谢谢。阿姨，你们快点！走，拖着阿姨头来，快！你小心点啊！走吧。先生，您所开的这么溜是自学成才，还是属于哪家开锁公司的？哦，我以前是武警特战队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们回去啊可以查我的档案。辛苦你了。啊，你们也辛苦了。走。
怎么样？还冷吗？你穿吧。不，你穿吧。睡衣真好看，改天我也。你大晚上的不在家不在学校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妈怎么样了？她还在急救。你穿成这样，身上还一股烟味儿，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年轻人嘛，混个夜店、泡酒吧很正常。医生，我妈没事吧？她怎么样？病人脑后的外伤未伤及颅骨，只是病人身体息肉受到惊吓，再加上轻微的失血，所以休克。输血之后呢，各项体征趋于平稳，病人神志基本恢复，又没有脑震荡，留院观察1晚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。你还要写严谨，今晚要不他去交费吧。我来吧，你们都歇着吧。不用了，我卡里有钱。小米，我知道你平时很辛苦，也希望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多玩玩，但是你不能大半夜跑出去，把你妈一个人留家里，手机还关机。昨晚要不是你妈打通我电话，要不是严检及时赶来，这情况真的不堪设想。我错了，姐，以后不会了。我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我请小妍来的。阿姨，快来快来！给您带了一点补品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嘛呀？还买这么多东西。您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。昨天晚上真是要好好谢谢你，要不然我就见阎王了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你有这么好的儿子，阎王可不收你。小雨，今天我们请哥哥姐姐在家吃饭，好好谢谢人家。行。我早就听说小雨这个菜啊烧的挺好的，啊，今天有幸尝一尝。对，哎，你吃苹果？我不吃了，我去忙活去了。来，我帮你。小雨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不用。不错啊，翟宇。哎，以后别在四九零年待着了。来我的1/3吧。喂，你当着我面挖墙脚呢？来吧，我们大家举杯吧。家里好久都没来客人了，小欧、小妍，咱们就以饮料代酒哈。阿姨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母子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能坐在这儿啊，就是缘分。来。快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啊。啊，对了，小欧，小雨在哪儿打工，没惹事儿吧？怎么会？小雨她特懂事，周末啊她在我那儿拉琴，店里现在有好多她的粉丝，我也是她的铁粉。还有我。哎，这红烧豆腐绝了啊！爱吃就多吃点儿。儿子，给哥哥姐姐夹菜。姐，鸡翅。尝尝这鸡翅，这也是小雨拿手的。走。我们小雨确实是挺优秀的，就可惜啊，没有生在好人家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我早点走了，他也就解脱了。阿姨，你别这样说。妈，你放心。我一定给你把病治好，咱们家一定会好过起来。来，吃饭吧。快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。
小奥，这是寄给你的。谁寄给你的？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浮夸的人做什么事儿都一样。嚯，这严总够高雅的。小雨，这个给你，姐不感兴趣。姐，我刚想把票给你的，我在这个舞剧里有演出。你还会跳舞啊？不是跳舞，是他们跟我们学校有合作，刚好有一个小提琴手的角色，挑了我去客串。牛呀！小雨的演出，姐必须捧场。季小姐，晚上好啊！我还以为今天的女主角登场了。开场白就那么俗，不就看看演出吗？带什么花？今天店里剩下的吧。没事，我不嫌弃。我有说是送给你的吗？那是。把你的票给我。什么都可以给，我的心都可以给。给。我坐前面挺好的，前面看不清楚。你跟我一起坐，让他坐前面。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儿，可够了，你别看他了。小奥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得走了。你不能晚点去啊！公司有急事儿，真得走了，来不及跟你说。来了。行，我回头给你打电话。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睡吧。自作多情是种病，得治。你这样太辛苦了，帮你拿。
太棒了！你一上去啊，整个舞台都神圣了。振宇，龙套跑得挺棒的啊，争取下一回当男1号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在姐心目中啊，永远都是男1号。谢谢姐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嗯。小妹妹，我也会努力的。边儿去，咱们拍张照片吧。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人帮我们合影。你回来，我是让你帮我和小雨照张照片。好。等一下，振宇，往这边一点，来，坐下，来。这样不好看。哎，你再不拍，我换摄影师了啊！小雨饿了吧？姐请你吃宵夜，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。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，说要聚餐。振宇，来合影了。那你先跟他们去吧，咱们改天。嗯，放心吧，你姐我能照顾好。姐，你注意安全。去吧，等你呢。玩开心。小，饿了吧？咱们俩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去过1/3呢。走，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。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去家陪我去撸个串儿，我就爱吃那口。没问题啊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。很少有女生好这口。我还就好这口。哎，这家店味道真不错，你怎么发现这店的？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，我经常过来解馋，绝对是骨灰级的脏摊儿。但凡吃过的人，一提到宵夜，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。老杨，来5个腰子，10个心管，20个肉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眼摊儿，走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敬我酒？你喝不啊？不喝我干了。哎呀，季老板酒量可以啊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？高兴就行了呀。哎，咱们俩酒也喝了，现在算朋友了吧？看着你也爱撸串的份上，给你个酒友的机会。哎呀妈呀，奋斗2个月，整整2个月，我也混成季小欧的酒友了，我容易吗？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自己喝一个。我说严大老板，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，不去泡女模、大家闺秀、女明星的，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？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。哎，我们队里也有规矩，姑娘1杯，爷们喝3杯。你这速度，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。哪有这么多规矩啊？我喝酒就一项原则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哎，好了，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，少喝点。你怂了？我严谨怕过这个。那就再开瓶。开就开。振宇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，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一定可以。以后你不准欺负振宇，他现在是我弟，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。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啊？行行行，我得多向你学习，多多帮帮这个孩子。你说振宇这么好一个孩子，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啊？人各有命，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，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。
皮是这那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我就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把不公、疾病、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，还袖手旁观，毫不作为。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，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，他是幸运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，拯救不了世界。 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。这还微不足道？你比他妈对他都好，气都死了。你这么霸道富态，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。我就当你在夸我。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？ 都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严谨。那夜晚，我和严谨聊了很多。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。 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。纵然我再铁石心肠，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，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。呀，小宝贝，起床了，来吃早饭。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？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。要我说啊，咱要是不能喝，以后咱就不喝了啊。 来，吃饭吧，坐。你的嘴怎么了？啊，嘴啊，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，没事。你个臭流氓，占我便宜，你想死想死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占你便宜。你要不是耍流氓，为什么不送我回家？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。 你自己翻翻你的包，看看钥匙还在不在。我严谨啊，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。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，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，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？谁是你亲爱的呀？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宝贝，你这么做事儿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你好歹吃完饭再走。别说啊，你穿我的浴袍，还挺有感觉的。滚！臭流氓！
小宝贝，下了班早点回家。对了，晚饭想吃什么呀？想好了给我发微信啊。要不要再喝点酒？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！白酒劲儿更大，来得快。滚！老板，老板，结账了，老板。抱歉啊，一共消费78。姐，喝口水。谢谢。昨晚和朋友玩的开心吗？几点回家的呀？姐，你昨晚真在爷你家过的夜？我昨晚喝大了，去严景家睡的。不过，我睡的卧室，他睡的客厅。姐，严景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儿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你的咖啡。二位，先看一下菜单。哎，在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，我先着忙。二位要什么？二位慢点啊。你到楼上干嘛？帮你收拾行李，你也歇2天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有病呀！没看到我在忙，要疯你自己疯。都忙这么久了，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。跟你出去玩，你当我傻呀？赶紧走人！走不走？走！哎，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呀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哎，你怎么不夸后啊？有些人每分每秒都在夸自己，还稀罕被别人夸呀。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？我倒是跑出来玩了，生意还做不做呀？你放心吧，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。到了利川以后，手机、相机、无人机我已经全准备了。我会24小时全程做季小姐的私人摄影师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当一回小丑掌柜。做完了，我可要提速了。
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这可以停车吗？没事，马上回来。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，走吧，上车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办理入住，请问一下。您的钥匙。哎，谢谢。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？是吗？没注意到。给你，只剩一间关键房了，这里最好的房间，我住你楼下。杨老板破费了。季老板客气。现在5点半，咱们到焚香沐个浴，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。我带你吃点儿，喝点儿。好啊。严姐，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啊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酒。亏你还是武警出身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跟季老板吃饭，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。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，太不雷厉风行了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反正不吃辣。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，吃饭的时候能别晚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突然调查，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，骨裂，家属狮子大开口，要我赔10万，点背。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，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，烫伤了手，还赖我的店员。唉，为了息事宁人，我还赔了他1000块。想开点吧，这年头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哎，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，我倒觉得挺热闹的。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。来过利川几回啊？我奶奶是利川人，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磡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，一起去援藏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奶奶在我心目中才是大英雄。
他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这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我爷爷呀，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，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你在这儿拿手机发不就得了？文件在我电脑里啊，我发完就回来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乖乖等我回来。老板，再来杯长岛冰茶，谢谢。好。七桥，醒醒，睡着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别提了，刚发完邮件，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，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，不仅要加钱，还要起诉我。我这好一通说呀，说得我嗓子都冒烟了，才同意私了。你就一直干坐着等我，不下去走一走？不是你让我等你吗？真是一只听话的哈巴狗啊！少废话，罚酒。哎，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罚？但人家打烊了，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，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，多惬意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要真想睡你，我等到现在了。你能不说这件事了吗？这样，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哼，行。杨老板，你能不能安静1分钟？就1分钟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，就算只能活到30岁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呸！磨木头。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吗？跟哥说，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，哥给你买下来，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。也对啊，感情就是买不来的。你几年没有谈恋爱？ 2年了。前男友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什么分手？你查户口呢？这夜色缭绕的，不聊聊情感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你前女友是谁？在哪儿工作？因为什么分的手？我谈过3个女朋友，有音乐老师，有演员、模特，可他们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的钱。我往钱砸出去了，人还是留不住。我交代完了，该你了。 我前男友是刑侦支队的，哟，也是个警察。刑侦支队的谁啊？
醒了，起床了。天还没亮，我想再多睡一会儿。哎，别睡了，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打。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是啊，小猪都睡醒了，太阳公公还没醒。你说谁呢？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凭什么删？这是我的作品。把手机给我。不该。谁是猪？你才是猪呢！有本事你制服我！来，你给我。不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还跟我闹。哎，看，出来了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，是奶奶带我去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。谢谢你，严谨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了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，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在利川待了3年，参与过几个大案子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，所以我啊，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走遍整个世界。严谨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？我说正经的，严肃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严谨，你真帅。纪晓，你可真聪明。严谨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喜欢死你了。纪晓，我恨死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严谨，你会骗我吗？当然会。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。